公元前88年，甘泉宫，病榻上的刘彻望着跪伏在地的钩弋夫人，她20出头，是大汉帝国未来继承人8岁皇子刘弗陵的生母。汉武帝因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发难，命令贾氏将她押往云阳宫，士兵拖拽着她向外走，发簪碎落在金砖上，她频频回头，目光里是无声的恳求，而汉武帝只吐出一句：去诏女不得活，快走，你活不成了。数日后，钩弋夫人死在云阳宫的报室里，史书或言忧死，或言赐死，语焉不详。但在大汉权力机器的运转逻辑里，死因本身并不重要，它的存在已经被这台机器判定为威胁。几个月后，公元前87年初春，五乍宫，弥留之际的汉武帝平退左右，没有口述遗诏，而是让人取来一幅周公辅成王图，亲手交到奉车都尉霍光手中，杀掉继承人的生母，赐下一幅摄政的隐喻。这两组动作是这位帝王在生命最后的刻度里为大汉帝国搭建的最后一道权力防线。钩弋夫人的死讯传出，未央宫左右接获，既以立刘弗陵为储，为何非要诛杀太子生母？汉武帝回答：是非而曹愚人所知也，亡古国家所以乱也，有主少母状也，汝不闻吕后邪？国家之所以大乱，根源在于主少母状。皇帝年幼，而太后政治权力与生理的双重巅峰，一个身处权力顶端的年轻寡妇，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制约她。你们难道忘了吕后吗？吕后是大汉建国以来第一场权力失控的教案。刘邦未曾杀掉吕雉，于是在他死后，吕太后全面接管帝国。宠妃戚夫人手脚被斩，双眼被剜，做成人质弃于侧中。大汉的刘姓江山险些被强行置换成吕家的私产。还原彼时汉武帝晚年的权力底盘，刘弗陵年仅8岁，毫无政治根基，朝堂上经历2年前巫蛊之祸的大清洗，成熟的官僚骨干几乎被屠戮殆尽。而钩弋夫人20余岁，正是生命最盛的年华。这道算式的结果，汉武帝清楚地看见了。一旦他闭眼，这对母子留存于世，生物学的客观规律将碾碎一切政治制度。新任朝臣压不住一个年轻的太后，钩弋夫人只需挥动一指，便可将外戚士族逐步渗透进军队与朝堂。等刘弗陵长至可以亲政的年纪，他将面对一个被外戚全面接管的帝国中枢。他若不甘为傀儡，长安必生政变；他若甘心俯首，大汉便沦为外戚的传家之物。在国家存续与一个年轻母亲的生命之间，汉武帝关闭了人性的开关。这个女人成了帝国权力交接中必须被强制抹除的危险变量。汉武帝对女主干政的深入骨髓的防备，不只是来自100年前的吕后，更是来自他自己真实流过血的政治记忆。60余年前，刚刚登上皇位的年轻刘彻，头顶压着亲祖母太皇太后窦氏，那个双目失明的老人牢牢攥着大汉的人事任免权。年轻的刘彻推行新政，窦太后直接遣人将他提拔的改革派大臣悉数下狱论死。他想征伐匈奴，窦太后不点头，帝国的军队一根箭都射不出去。那是长达数年的漫长折辱，一个被褫夺了兵符的皇帝困在未央宫的华美囚笼里。他切身领教过，在封建皇权的架构之内，母权与皇权天然互斥。只要太后还活着，哪怕是亲祖母，皇帝也不过是一个被允许坐在龙椅上旁听的摆设。那个曾在长乐宫门外以一腔少年义气痛恨权力枷锁的刘彻，在执掌天下半个世纪之后，绝不允许自己的继承人再去重蹈那种被架空的政治死局。清除了母权干政的漏洞之后，右军刘弗陵暴露在朝堂之上。汉武帝没有将帝国打包交给霍光一个人，而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亲手构建了一个由4人组成的辅政格局。这份名单排除了所有感情因素，是一场纯粹的权力制衡推演。第1人，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汉书记载，霍光20年如一日进出未央宫，每次踩落的台阶分毫不差。汉武帝选中他，看中的是他独特的政治属性。他是一个没有庞大宗族根基的孤臣，霍光的全部权力100%依附于皇权本身。一旦脱离右军，他在朝堂上将立即失去全部的法理支撑，因此护卫右军就是霍光保全自身唯一的出路。第2人，车骑将军金密迪。金密迪是匈奴休屠王之子，兵败被俘后在长安为汉武帝养马。他的长子曾是汉武帝钟爱的玩伴，但当金密帝撞见这个孩子在宫中与宫女嬉戏时，为了斩断异族外戚干政的一切可能，他拔刀亲手将骨肉刺杀当场，把军权托付给这样一个斩断了人性软肋，在大汉没有任何利益网络的匈奴人。他是汉武帝安插进托孤阵列里最难被腐蚀的一块基石。第3人，左将军上官桀。
原是给汉武帝牵马的七门武士，靠力大秦虎与绝对忠顺上位。它代表的是暴力机关被嵌入权力核心，专门用来在必要时对文官属性的霍光形成制约。第4人，御史大夫桑弘羊，大汉帝国的财务总监，盐铁官营政策的主导者，手中握着帝国经济命脉的密码，负责维系这架庞大机器的财政基本盘。孤臣、异族、武夫、财务主管、行政权、军权、暴力机关、财政权被切割开来，分别交给4个出身背景完全互斥、天然无法形成利益闭环的人。在这张沙盘上，任何一方若想越权扩张，都将面临另外3方同时发起的阻击。这个用最后一口气搭建的相互锁死的权力防区，是汉武帝送给8岁儿子的最后一份礼物。公元前87年2月，五炸宫的漏壶滴完了最后一滴水，统治大汉帝国54年的最高意志彻底熄灭。刘彻终年70岁，他身后大汉的文官系统用1个字为他做了最终的历史定格：克定祸乱曰无，危强敌德曰无。单论疆土，他兑现了这个字，向北击穿漠北，荡碎匈奴王庭；向西凿通河西走廊，将西域版图接入长安的控制半径；向南越过五岭，收复百越；向东渡过鸭绿江，制汉四郡。他把帝国的边境线推到了农业文明所能抵达的物理极限。但当我们把视线从疆域战绩上移开，去清算他个人的生命轨迹，这个武字背后是一场惨烈的权力反噬。他一生防备与集权的驱动力根植于他少年时代对权力失控的锥心恐惧。为了把命运永远攥在自己手里，他拿起了刀，开始不停地清除周遭所有可见的隐患。他防备军功贵族，于是纵容酷吏去清算；他防备文官集团做大，于是设立内朝，架空外朝；他防备太子提前夺权，于是默许了江冲的屠刀，逼得亲生骨肉在长安城的巷战中悬梁自尽。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甚至防备那个20出头为他诞下继承人的女人，斩断了外戚干政的最后一丝可能。他成功了，他砸碎了所有的外部枷锁，代价是在70岁临死前，整座庞大的未央宫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和他平等对话的活人。他的战友卫青、霍去病透支了生命，化为了茂陵旁的黄土；他的爱人卫子夫在宫中悬梁而去。他寄予厚望的长子刘据只剩下一座荒草丛生的归来望思之台。他亲手提拔的那些大汉精英，要么身首异处，要么被以三族，要么带着残缺的躯体在夹缝里苟活。他54年的执政史，同时也是一部他至亲与挚友的消亡史。他用一生的全部能量去追索绝对的安全感，最终将自己的生存环境练成了一片没有任何活物的焦土。他高踞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四周是数以万计的枯骨和一片令人窒息的绝对寂静。然而当我们将视线拉长到2000年的宏观刻度，一个更深的悖论浮出水面，正是这片焦土孕育出了最为坚硬的历史遗产。他比秦始皇多走了一步，在帝国濒临解体的前一秒，他颁下罪己诏，踩下急刹车，并在死前用4人辅政的互锁机制完成最后一次风险对冲。这套设计让汉帝国平稳过渡到了随后的昭宣、中兴。他用极致暴力打下的疆域，成为后世2000年所有中原王朝念兹在兹的地缘图腾。他建立的这套高度集权的大一统架构，让这片土地在其后漫长的历史里，无论经历多少次撕裂，最终都会以某种不可违抗的内在引力重新走向统一。那个曾在长乐宫门外以一腔少年怒火痛恨权力枷锁的刘彻，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淬炼成了中国历史深处一头孤绝的巨兽。他碾碎了与他同时代的人，却为后世的帝国留下了最坚硬的骨架。这本名为《汉武大帝》的账单到此清算完毕。